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氟化物。你可能会觉得氟化物跟你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它们无处不在，从牙膏到冰箱，从药物到材料，都有氟化物的身影。那么，什么是氟化物呢？简单来说，就是含有附加氟的有机或无机化合物。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它可以跟除了氦、氖和氩以外的所有元素形成二元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有些是致命毒素，有些是药品，有些是难溶的固体，有些是反应性很降的气体，都属于氟化物的范畴。那么，氟化物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呢？这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一般来说，低剂量的氟化物对人体是有益的，比如可以预防蛀牙、增强骨质、抑制细菌等。但是高剂量或长期摄入过多的氟化物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比如引起牙齿变色、关节炎、甲状腺功能低下、神经系统损伤等。所以我们要注意控制饮用水和食物中的氟含量，避免过量或缺乏。本影片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氟化物的基本知识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提供一些合理摄入和避免过量摄入的建议。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本影片对氟化物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合理的选择。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蓝千水，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请记得按下订阅钮，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那我们开始吧。你知道什么是氟化物吗？它们是含有氟原子的化合物。氟化物有很多种类，有些很有用，有些很危险，有些很奇怪。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我们来看看氟化物的来源和物理性质。氟化物在自然界中很常见，比如萤石就是一种氟化物矿物，它是一种美丽的多彩的晶体，可以用来做饰品或雕刻。萤石也是制造氢氟酸的原料，而氢氟酸是一种非常降的酸，可以溶解玻璃和金属，甚至人体的骨头和皮肤。所以如果你看到萤石，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糖果吃掉，否则你会后悔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氟化物在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氟化物有很多重要的用途，比如制造冷却剂、塑料、药物、农药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它是一种不粘的塑料，可以用来做煎锅或防水衣服。特氟龙非常稳定，不会被高温或强酸强碱分解，所以它很安全，除非你把它加热到超过300度，那样它就会释放出有毒的气体，让你头晕目眩，甚至死亡。所以如果你用特氟龙做的煎锅煮饭，记得不要把火开得太大，也不要把锅子放在火上忘记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常见的氟化物化合物和其用途。我们已经提到了氢氟酸和特氟龙，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例子吗？当然有，比如六氟化硫，它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惰性气体，可以用来做绝缘材料或防火剂。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水里，它就会变成硫酸和氢氟酸的混合物，非常危险。还有六氟化铀，它是一种用来制造核武器或核能发电厂的重要材料，它是一种固体，在常温下会挥发成紫色的气体。如果你吸入了六氟化铀的气体，它会在你的肺部形成氢氟酸和铀的化合物，对你的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如果你看到六氟化铀，千万不要靠近它，更不要尝试吸它。你知道吗？氟化物对你的牙齿有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实吧。氟化物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矿物质，它可以和金属结合，形成各种氟化物。你可能在牙膏或漱口水里看过它，因为它可以帮助预防蛀牙。怎么预防呢？就是让你的牙齿变得更坚硬、更抗酸、更不容易被细菌侵蚀。听起来很厉害吧？但是氟化物也有它的坏处。如果你吃了太多含氟的食物或饮水，或者用了太多含氟的口腔产品，你的牙齿可能会出现氟斑牙。这是一种牙齿外观的变化，会让你的牙齿上出现白色或棕色的斑点。这些斑点不但影响美观，还会让你的牙齿变得脆弱，有时候甚至会断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
要怎么避免氟斑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你摄取氟化物的量。如果你住在水源中含有高剂量天然氟化物的地区，你应该使用瓶装水或其他替代水源来饮用。如果你有小孩，你应该监督他们刷牙，并且只用豌豆大小或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还有，记得要教他们不要吞下牙膏或漱口水，因为这些东西是用来清洁口腔，不是用来吃的。我也要告诉你一些关于氟化物和牙齿病变的研究和案例。有些研究发现，高剂量的氟化物不但会造成氟斑牙，还会增加骨密度，但也会让骨头更脆更硬裂。还有些研究发现，暴露在极高剂量氟化物的动物会降低生育率和精子数量。不过，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氟化物会致癌或造成人类生育缺陷。你知道吗？氟化物不只是牙膏里的成分，它还跟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关系呢。氟化物是一种微量元素，它可以帮助骨骼吸收钙质，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但是，如果摄取过多的氟化物，就会产生反效果，造成骨骼变脆，容易断裂。这种情况叫做氟中毒或氟骨症。在一些高氟环境中，例如有些地区的饮用水或食物含有过高的氟化物，人们就有可能长期暴露在过量的氟化物下。这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会导致关节炎、脊柱弯曲、四肢变形等问题；对于小孩来说，可能会影响骨骼发育，造成身高不足、智力低下等后果。因此，我们要注意平衡氟化物的摄取量，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一般来说，每天摄取 0.05 到 0.07 毫克的氟化物就足够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氟化物与骨骼健康的相关研究和案例，可以参考以下的资料：氟化物与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出版；高氟环境下儿童身高和智商的影响，中国预防医学杂志；氟中毒患者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口腔医学杂志。氟化物是一种可以让你的牙齿闪闪发亮的好东西，但是如果你吃的太多，它可能会变成你的牙齿的敌人，甚至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婴幼儿和儿童要特别注意，不要吃太多氟化物，因为他们的牙齿和骨头还在长大。如果他们吃太多氟化物，他们的牙齿可能会出现白斑或褐斑，就像是被漂白或烧焦了一样，这可不好看。孕妇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氟化物，因为他们的宝宝也在长大。目前还不知道氟化物会不会对宝宝有什么影响，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少吃为妙。还有一些工作的人也要注意，不要接触太多氟化物。例如，在炼钢厂、玻璃工厂或磷肥厂工作的人，可能会呼吸到很多氟化物，这样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你知道氟化物对松果体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松果体是一个位于大脑中央的小腺体，有人说它是我们的第三只眼，可以让我们看到超越物质世界的真相。它负责分泌一种叫做褪黑激素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可以调节我们的睡眠周期和情绪。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接触到含有氟化物的物质，比如牙膏、饮用水或者农药，氟化物的问题在于，它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形成一种叫做氟磷灰石的硬块。这些硬块会沉积在我们的松果体上，使它逐渐退化和钝化。这就像是在我们的第三只眼上贴了一层黑色的胶布，让我们失去了与灵性世界的联系。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松果体的功能，变得失眠、抑郁、易怒和缺乏创造力。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松果体，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接触氟化物，并且多吃一些富含碘的食物，比如海带、海苔、海盐、蒜头或晒太阳。要多做一些冥想和瑜伽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刺激我们的松果体分泌一种叫做 DMT 的神经传导物质。DMT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第三只眼，让我们感受到更高层次的意识和存在。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颗健康的松果体，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氟化物对松果体的影响，你学会了吗？你知道吗？氟化物如果摄入过多，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要定期监测和控制水质，确保水源中的氟化物含量不超过安全标准。如果发现水质有问题，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并且停止使用受污染的水。我们也要选择合适的饮用水处理技术和过滤方法，
去除水中多余的氟化物。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反渗透、离子交换、活性炭等方式来净化水，或者我们可以使用瓶装水或者矿泉水来代替自来水。我们还要加强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性，让大家了解氟化物的利与弊，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氟中毒。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社区、媒体等渠道来传播正确的知识和信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避免吃含氟高的食物，如茶叶、海鲜等。我们更要促进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保障人民的饮用水安全。我们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水质监测和管理制度，并且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共同应对氟化物问题。在这影片中，我们介绍了氟化物对人体的危害，包括牙齿、骨骼、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损伤。我们希望通过这影片，能让读者对氟化物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提高对其危害的警觉。我们认为，有效的监测、控制和教育是预防和减少氟化物危害的关键。我们建议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对水源、食品和牙膏等含氟产品的检测和规范，并及时公布结果。我们也建议民众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氟化物暴露情况，选择低氟或无氟的产品，并定期进行牙科检查。此外，我们还建议学校和社区开展有关氟化物的科普活动，提高公众的认识和参与度。最后，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投入到氟化物问题的研究和行动中，探索更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能创造一个无氟或低氟的健康环境。感谢您观看这影片，希望您能从中受益。我也希望您能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您的亲友，让更多的人知道氟化物的危害。毕竟，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就是美丽。祝您身体健康，笑口常开。